在毕业典礼那日，他从楼顶被推落，眼中映入的是凶手臂上熟悉的班级名。令人震惊的是，下手者是他的学生。他以为自己的命将结束，却在地面近在眼前时，现实出现扭转，时间倒流。他回到1年前，要避免同样的命运，他得改变未来。在这新的1年里，他决心改变那个学生的杀意，不再对学生的问题漠不关心，决心以关爱和陪伴去感化他们。他亲自承担繁重的社团工作，倾听他们所有的烦恼和困扰，甚至用自己的积蓄帮助经济窘迫的学生。但他意外发现，那个学生竟将借款挥霍无度，而之前的准备工作都是无用功，学生的恶作剧，他成了笑柄，真心换来的只是这种结果。心灰意冷之际，1年后的命运再次提醒他醒来，既然关爱无效，他必须另辟蹊径。他找到名叫小贺的学生，探寻他是否受到霸凌。女孩否认，他直截了当地揭露真相，告诉他逃避不能解决问题。他搜寻女孩书包，寻找霸凌的证据，因为他相信只有改变女孩的命运，自己才不会重蹈覆辙。小贺对他的警告不以为然，女孩抓过书包逃离现场。他刚走出门就被校霸拦截，校长紧急召集同学回教室。他们怀疑小贺告发了霸凌行为，这可能导致他们被学校开除。他们决定对小贺进行所谓的审判，不管小贺如何否认，他们只是享受欺凌的快感。他们迅速指示全班投票决定，为举手者力遭监课目光恫吓。在校霸的强势下，他的罪行得到一致肯定。随后男校霸逼近要求他上交课本，小贺感受到的只有无尽的失望。就在此刻，放哨的学生发现了李奈，他们匆忙伪装讨论假日游，却没想到李奈直接播放了他们对小贺进行审判的录音，震惊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原来他之前在办公室搜查小贺包包，正是为了植入窃听器。当他们试图辩解时，李奈要求检查小贺的几课课本，见小贺毫无反应，他径直打开小贺的柜子，取出了那些科目的课本，课本上满是难以启齿的字句。而他全知全能的举动，让学生们进一步确信小贺泄密。他在意识到自己被戏弄的那天，在教室顶部安装了监控，摄像头总数达8个，没有漏过教室的任意角落。经过数日观察，他注意到热爱学习的小贺唯独缺少那几课的课本。结合他们对小贺的裁决，他便有了猜测。听此部分的学生无法再忍，提出控告他的窃听和偷拍。男校霸也终于爆发，他认为这是驱使他们集体退学的行为。但李奈平静地告诉他们，不打算对他们采取惩罚，因为就算受到处罚，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有错，反而会将过错归咎于他人。他质疑学生中谁真的认为小贺有错，谁真心讨厌他，想要折磨他，但没人举手，因为他们只是模仿别人，跟风行事，只因这样不会让矛头指向自己，为了自保而选择跟随伤害他人。在李奈眼中，他们不配被称为人。他鼓励小贺坦诚自己的苦楚，揭露那些加害者的卑劣举动。校霸恐惧曝光，急欲逃离，却发现门无论如何也无法打开。原来李奈一进来便已锁上了门。他对小贺说，面对这些冷漠之人，退缩毫无作用，必须具备即使身受重伤也要奋力反击的勇气，才能阻止他们的嚣张跋扈。从今天起，他不再孤军奋战，他将始终支持小贺。在他的鼓励下，小贺终于站起来，开始吐露自己的遭遇。最初仅是在社交平台发布自拍，却意外爆红网络，甚至引来西野同学的搭讪。渐渐的，便有谣言称他意图招蜂引蝶，不断有人对他指指点点。由于他不会反击，他们公然在他面前辱骂他，之后欺侮他，成了他们的消遣。尽管他心里痛苦，却得若无其事的伪装快乐。他们将侮辱他视作寻常，他不想再踏入学校，却又怕父母担忧。细心的母亲最终还是察觉了端倪。母亲询问他的状况，他只能通过学业上的成就来回报父母，但连最后的希望也被摧毁。课本发放那天，他们夺走了他的书本，用不可擦除的笔记涂满恶言。他一边抗议，一边却笑了，因为他明白不笑就会崩溃。他站在小贺旁，问他未来的愿望，而小贺的愿望仅是简单的日常，想与朋友共进午餐，愿与同伴一同嬉笑前往学校。他承诺会帮小贺实现这些愿望，然后拉着他一起离开教室。在离开前，他再次警告同学们，若再有人欺负小贺，他将不惜一切来对抗。在回家的路上，他收到了小贺发来的消息，今天老师没哭着回家，这对他而言是难得的一刻。他与小贺约定下次一起去学校。他挽救了一位本可能不久后选择自杀的女孩，他交出了重生之后的第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但这也招致了其他学生的怨恨。他们在深夜中打劫他，尽管蒙面，李奈立刻识破了他们的身份。他们是为了抢夺那段记录霸凌小贺的视频，身份危机迫在眉睫，他们只得匆忙逃离。从他们的身高和衣着特征，李奈已猜出他们是谁。次日，小贺带着忐忑不安来到学校，他本以为会因昨日之事被孤立，却遇到了异常热情的同学们，即使是之前不会理会他的人，现在也热情地打招呼。这种本应令人欣喜的变化，却让他感到不安，因为这种突然的态度转变实在太过异常。他的直觉没错，其他人确实成立了针对李奈的对策委员会，除了他，其他29名同学都在那个群聊里。同学们对他的热情，正是群聊中发出的第一条指示。在他们的小型会议中，南校霸正在嘲笑着瓜生和杨介，
他们两个男生未能从李奈手中抢过视频，他成为笑柄。瓜生忍不住反击，质疑他们的能力，为何不自己动手？但这只换来了更加无情的嘲笑，让瓜生哑口无言。他每天放学后都要打好几份工来维持家计，他还得拖着疲惫的身体照顾2个年幼的弟弟。但当他用自己挣的钱交补习班费用时，妈妈不仅不感激，反而嘲讽他。这样的生活几乎成了他的日常。次日，他在窗户前的某个动作引起了小贺的注意，因为这是他过去经常做的，就是在哭过后的早晨会在窗户前检查自己的样子。李奈在得知情况后，立刻前往瓜生的家中进行家访。一踏入门槛，他便察觉到屋内氛围的异样，环视四周，简陋的空间内竟摆放着一系列昂贵的化妆品，以及数件显眼的品牌女装。瓜生的母亲误以为儿子惹上了麻烦，见到来访的老师所发出的话，令李奈感到极度震惊。瓜生的母亲对于他的教育漠不关心，对他的未来大学梦想更是丝毫不放在心上。他唯一的期望就是儿子能尽快挣钱养家。李奈找到瓜生，严肃地告诉他，如果他继续无条件忍受，不敢反抗母亲的不当行为，那么不出2个月，这让李奈很是震惊。他将不得不面对退学的命运。他记得瓜生之前向他借钱时所说的每一句话，原来都是发自肺腑的真实。而在 KTV 中，那些关于父母欠债与自己无关的言论，不过是他为了在同学面前维护自尊而做的伪装。他以为自己辛辛苦苦赚钱是为了家庭，为了2个弟弟，但那些钱根本就没能用于真正需要的地方。李奈坦诚地告诉他，即使是成年人，有时也会犯错，他必须学会反抗，学会大胆表达自己的意见。然而，他的这些话却被瓜生视为对他自尊的嘲讽。如果他的家庭问题那么容易解决，自己又何必承受如此的辛劳？尽管嘴上不承认，但李奈的话已经触动了他的内心。工作结束时，他只工作了3天，却向老板请求预支1年的工资。出乎意料的是，老板竟同意了这个请求。他计划用这笔钱帮家庭还清债务，希望能让家人过上稳定的生活，自己也能顺利毕业，因为他真的不想退学。然而，当母亲拿到钱之后，他却立刻计划将其花费在最新款的服装上。看着自己努力挣来的钱即将再次被母亲挥霍一空，他尝试夺回钱财，却被母亲推倒在地，还遭受责骂与不感恩的指责。面对这样的母亲，他只感受到绝望。就在他心灰意冷之际，李奈再次出现，他鼓励瓜生勇敢说出心中的真实想法，请勇敢地表达自己。然而瓜生选择了沉默。无奈之下，他决定代为发声。他对瓜生的母亲坦言，瓜生一直忍受，是因为他畏惧失去亲情的温暖。他不愿在母亲眼中仅是赚钱的工具，他内心渴望通过努力能够唤起您的改变，但您却视他的爱为理所应当，不断击碎他对您的期望。他以一个同样经历过孩提时代的人告诉瓜生，父母的确至关重要，但在孩童时期，朋友在性格塑造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然后他让一直在外等待的向板进入屋内，作为瓜生至交的他，掏出了辛苦赚来的所有积蓄，恳求瓜生母亲不要迫使瓜生退学，他希望能与瓜生共同毕业。他的举动却让瓜生感到内心的刺痛。瓜生总是在朋友面前保持着自尊，努力维护自我尊严，而现在自己最不堪的一面正暴露在挚友面前，他辛苦维系的自尊被无情撕裂。看着他仍旧试图坚强，向板渴望能够唤醒他，在朋友面前何须保全面子？即使我此刻同情你，你也要通过努力展现自己的价值，将来可以用成功反哺，甚至以此来同情我。努力考入理想大学，进入优秀企业，最终高高在上的看待我。我坚信你有这个潜力。目睹儿子结交到这样的好友，母亲也被感动。他承诺让学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向板无比欣喜，终于不必与挚友道别。但李奈心知沉默不语的瓜生内心肯定有话未说，他再度激励瓜生吐露心声，因为这可能是他唯一的机会。在他的支持下，瓜生最终决心倾吐心中的机遇。他不明白为何妈妈对他的辛勤工作以施舍般的姿态勉强应允。自14岁起，我便开始工作挣钱。当同龄人还沉浸在游戏中时，我已在餐馆内低头哈腰试课。尽管如此，我从不抱怨，只愿我的辛劳能让弟弟们过得更好，无论多苦多累，我都愿承担。但我辛辛苦苦赚的钱，为何要拿去供你奢侈浪费在陌生男人上？我赚的钱为何不用于家人，而是浪费在无用的化妆品和轻佻服饰之上？在你眼中，我是宝贝儿子，还是不可或缺的赚钱机器？看到他一直压抑的委屈，母亲终于觉醒自己的过错之深，她向瓜生忏悔，但心已伤透的瓜生怎能轻易宽恕？你的道歉不仅仅欠我，还欠着那2个未尝过你亲手烹饪的弟弟。若你真的悔悟，应以实际行动来证明变化，而非仅仅是轻描淡写的道歉。至此，李奈提交了他重生后的第2份满意之作。瓜生和向板开始活出最真实的自我，而寻找同行上下学伙伴的小贺仍旧每天期待有人陪伴。但瓜生和向板告诉他，群内传达的是让所有人都回避他的指令。失望的小贺正要离去，被瓜生叫住了。他认识到以往对小贺的欺凌，并郑重地向他道歉。向板即将去瓜生工作的地方探望，向小贺发出了邀请。再次抵达时，他们才明白店主原是李奈的朋友。他雇佣瓜生
全因李奈请求他施以援手，这也是店主预先支付他1年工资的理由。因为李奈担心他会拒绝接受直接资助，故设计了这一策略。店主曾经同瓜生一样，因财务问题未能完成高中学业，对此心存遗憾，因而愿意伸出援手。李奈虽然改变了同学的命运，虽然改变了许多，她丈夫的离婚念头却依旧不改。这一世的李奈决定与丈夫坦诚相对，开启新飞。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上一世未曾有过的死亡威胁出现了。教室的黑板上，针对她的死亡威胁露出了冰冷的脸。监控器的存在曾让校霸们收敛，但他们再次变得嚣张。他明白，敢于留下死亡威胁的人一定毁掉了监控，而且尽管遭到威胁，李奈依旧未曝光他们的霸凌行为。这显示出，除非极端情况，李奈不会轻易公开那些视频。更让他兴奋的是，这些看似老实的学生也对李奈怀恨在心。他立即察觉到，这是个对付李奈的绝佳机会。梅村和日暮不解，他们行事一直小心翼翼，李奈怎会知晓是他们所为？原来李奈安装的监控是靠动作感应启动的，在死亡威胁被书写前，监控器的动作感应器已遭破坏。若是其他同学，他们定会选择粗暴破坏。只有精通电子的工学社团成员才能如此精准操作。但李奈明白，他们并无真正的杀意，若真想置他于死地，会像前世那般趁其不备。因此他并不打算惩罚他们，只想探究背后的原因。自从教室安装监控后，校霸霸占了他们的研究社团室，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告知学校李奈是问题所在。他们渴望学校介入，迫使李奈拆除监，移取回研究室。面对他们对校霸的恐惧，李奈告知了他们一个好消息，他们的研究将在数月后荣获全国2等奖的殊荣。但得奖仅4天后，作品便遭人恶意破坏。若要避免此类事故，必须勇敢地反抗霸凌。然而李奈的劝诫未能打动他们，反抗的念头被校园霸凌的威胁所压制。李奈鼓励他们只需迈出这一步，他会与他们共同面对未来。第2天，李奈抵达学校，发现所有教师正等候他的到来。因全班同学联名请求更换他们的班主任，2位成绩优异的学生阿九金和东风谷是此举的策划者。校方对此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要求李奈暂停职务回家。同学们对他的离开欢欣鼓舞，只有小贺冲出教室想要声援李奈。梅村曾以为校霸会因李奈的离开而撤离研究社，但请求校霸归还钥匙时遭到了更加严峻的威胁。校霸声称，若再企图赶他们离开，梅村就会变成被孤立的下一个小贺。担心失去这位好老师的小贺赶上前去，表示愿意与李奈共同抗争，希望能为李奈提供帮助，而这正是李奈所需要的。课后，李奈找到了梅村和日暮，他了解他们不想受到排挤。面对那些缺乏同理心的人，你们真的想成为他们的朋友吗？如果不愿意与他们交友，何必忍受他们的欺凌？被这样的人孤立又如何？不久后，随着毕业，你们的世界将不再与他们交集，无需委屈自己去迎合他人。为什么善良的人要在这世上受委屈？梅村被这番话深深打动，却不明白李奈为何深表关切。与此同时，小贺也找到了阿九金和东风谷，看到他们放学后迟迟不离开，小贺意识到他们因撤换班主任而感到内疚，害怕顺从校霸会招致麻烦，因而屈服于违心之举。良知的控诉使回家成为畏途，不愿直视自幼教导的父母在学校徘徊，不愿踏归途，自欺以为熬过今朝便无忧。然每个破晓仍心痛如初，无需刻意取悦，以至于自己悲伤愧疚，不可能也无需讨好所有人。面对不欣赏的人，无需刻意讨好，总会遇见志趣相投的伙伴。许你们非因老师所托，而是班中唯有你们之善令我敬佩。次日，校霸重返工学社团实验室，却见其物品已被悉数打包。另一校霸情绪激烈，欲对梅村和暮日伸手，但此番暮日毫无退缩，将监控器对准研究室。校霸的任何激烈行为都将被录像留存。校霸以小贺的孤独威胁他们，他们却跪地给出了出乎意料的回答。直至此刻，我们才明白，你们取乐于欺凌时，我们并不快乐。你们以他人痛苦为笑料，我们不觉可笑。发现被你们排斥，其实是幸事，相互为友，社团未加已足矣。这社团世界仅属我们2人，不愿与你们扯上关系，不愿成为敌对。但若你们图谋夺取我们的研究室，我们将誓死抵抗。女校霸向阿九金和东风谷施压，以退学威胁，要求彻底更换李奈老师，却被告知他们已撤销更换班主任的申请。女校霸情绪激动，质问他们的背叛。于是李奈重返了教室，小贺兴奋地邀请他共享午餐时光。意外的，阿九金与东风谷也加入了他们。他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朋友。在他们欢聚一堂共餐之际，热爱摄影的新奇突然闯入了。他认为李奈老师无比酷炫，仿佛在校园中掀起了一场革命。李奈的加入让他首次感到学校生活变得充满了色彩。他憧憬着为李奈制作一部电影，而李奈自己则仅为能影响学生而感到高兴，对拍摄电影本身并不太感兴趣。李奈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丈夫难得的邀请她一同品鉴美酒，向她坦白了考虑离婚的缘由。他们曾经也是常常这样共酌直至深夜，但随着工作日益繁忙，2人共享的时刻逐渐变少。
而李奈总是非常体贴他人，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甚至开始减少与他的对话。就这样，他们之间的距离悄然拉远，逐渐变成了彼此敬重却疏远的关系。这种变化令他感到恐惧，是他提出离婚的原因。然而李奈闺蜜的一席话猛击了他的良心。夏穗从瓜生那里得知了李奈遭受死亡威胁的消息，并将这一情况告知了他。作为丈夫的他，竟对妻子所面临的恐惧一无所知，对他的关心减少到了如此地步。他渴望李奈能够无论何时都与他分享内心的一切，希望他将他提出离婚的事情视若未发生。女校霸及其团队正在密谋如何对付李奈。教室的广播中传来了李奈的声音，邀请江波李美前往他的办公室。这让女校霸觉察到了一个机会，她只是李美利用这个机会找到摆脱李奈的办法。因此在前去见李奈之前，李美就打开了手机录音功能。李奈直截了当地告诉李美不要继续和昨天向她表白的修吾交往，这让李美感到极为震惊，因为她并未将此事告知任何人。她不明白李奈怎会知晓。然而在她还未来得及反应之前，李奈说出了令她更加震惊的话：如果她不和修吾断绝来往，那她就会在1个月后用美工刀把修吾刺伤，并因此被抓到警察局。自己找他来就是要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可他的诚心诚意在李美看来简直是风言风语，哪有人会知道1个月后会发生什么？他要去举报李奈精神恐吓。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开时，李奈又说出了令他无法怀疑的话，这正是他长期以来藏在内心深处的话。他从来没有说出口，却在心里呐喊了无数遍。他每天放学都要在同一个饮品店待到很晚才回家，在外边待的时间比在家里还要长，偶尔提前回到家里，看着桌上吃剩下的饭菜，在爸爸妈妈眼里只有姐姐，他在家里似乎就是一个透明的存在。李奈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在录音，告诉他如果自己的话不能让他有所触动，大可以拿着录音去举报我，但如果想要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容身之处，那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什么容身之处？我怎么可能是那么可怜的人？我有那么多朋友，怎么会没有容身之处？可即便嘴上在加强，在离开时他还是忍不住问李奈，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当时我的那些朋友在哪里？从李奈的表情他知道自己的那些所谓的朋友根本没有陪着自己。放学后的朋友聚会上，他忍不住问朋友，没想到他的话竟引来他们的哄堂大笑，嘲笑他太过幼稚。世界上哪有什么友谊长存？还有，当你想向朋友确认友谊时，那就已经说明你们根本不是朋友了。他们的话让李美瞬间认清了他们，自己只不过是他们利用的工具。而李奈之所以急着告诉李美这件事，是因为他感觉李美是最有可能在毕业时杀害自己的人。因为在上一世李美被抓到警察局时，没有让家里人去警局接她，通知了她的这位老师。李美在他面前吐露心声，诉说自己无处安身。然而李奈思考着自己的介入是否会加剧他与家人的疏远，或给自己带来麻烦，找了很多理由不去解决他的问题。他回想起来，感到自己被推下楼梯是自作自受，因此这次他决心全力以赴帮助李美。但他也清楚，要让一个初恋的女孩仅仅因为他的一句话放弃可能的恋人是不现实的。于是他找到了向李美告白的修吾，恳求他与李美断绝关系。因为他曾在这个店里无意间听到他和朋友的对话，了解到他对李美有不纯的意图。面对他的严厉警告，修吾不仅没有害怕，反而威胁要举报他的恐吓行为。他意识到要让修吾主动放弃是行不通的。今天李美将要答应和修吾交往，如果不马上采取行动，悲剧就会再次发生。于是他找到一直默默喜欢李美的七元，告诉他李美将在1个月后刺伤修吾，并在修吾出院那天被七元狠揍一顿。和其他同学一样，七元不相信他能预知未来，也不会去打那个一直照顾自己的学长。李奈告诉他，今天李美就会同意和修吾交往。他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依靠，开始极度依赖修吾，但修吾却利用他的感情，将他引入他经营的交友网站，利用他赚取大笔利润。当他明白自己所依赖的不过是将他作为工具使用，无法接受这一切的他，使用刀具攻击了修吾。我知道你和修吾关系密切，你可能已经隐约感到了他的不良意图，但你选择视而不见。尽管你暗中喜欢李美，无需特地去阻止你的学长，他的图谋可能并不会成功，找借口不去采取行动。实际上，我以前也是这么做的，听他向同学炫耀自己如何逐步引诱李美，我却在自我说服，认为那不可能发生，以此安慰自己，决定不采取行动。但正是因为我们选择忽视，才让悲剧得以发生。你还要为自己的不作为找借口吗？你不愿意采取行动，其实是因为害怕失败，一旦面对可能失败的情况，就急于找借口逃避。面对他人危机，难道我们不该以防他受伤的心态介入吗？而不是事后看着爱人受伤懊悔不已，不是应该勇敢阻止他受伤吗？次日，李奈将李美叫至办公室，展示了居酒屋的监控录像，录像里清晰地记录了修吾与朋友的对话。听到这些对话后，李美再也无法保持镇定。她早有预感，修吾对她并非真心，即使在一起，也感受不到她真正的关注。他对待她的方式，如同父母对她那般漠然，即使我在她身旁，也被她视若无睹。我怎能没有察觉？但我必须假装一切如常，否则他们会离我而去，我就将无处可归。看到李美这副样子，李奈心痛不已。但作为老师，
他必须揭露真相，劝他不要做出错误决策。李美悲伤地离开了办公室，看着街上恋人成对，家庭其乐融融，感到自己被世界抛弃，更是心酸。此时，戚元的电话打了进来，但他只想静静地待一会儿，于是关掉了手机。当他步入常去的甜品店，服务员立刻认出了他，原来戚元早上已经来过，请他们留意一位金发美女，如果她来买冰拿铁，确认她是否江波李美。说着，服务员递给他戚元的留言，无论多晚，他都会在约定的公园等她。相见时，戚元勇敢向李美表白了心意，随后向她深情告白：你无需拼命寻找归属，若以他人作为避风港，一旦他们离去，你的避风港也消失了。对你而言，你所站之处便是你的避风港。我或许不能成为你的避风港，但我愿意随时赶往你的身边。戚元的话给予了他前所未有的鼓励，他终于鼓起勇气，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决定当天与修吾结束关系，但他此刻无暇顾及回应戚元的情感。戚元明白他刚遭遇情感背叛的痛苦，所以他转身安慰他，直到李奈收到戚元的消息，确认李美安全才放心。至此，他排除了1年后可能对他不利的隐患，上一学期的生活也画上了句号。修吾被分手后，首个寻求的却是校园霸王。原来这是校霸针对李奈的一场阴谋。而小贺的母亲得知女儿在校结交了不少朋友，却并非喜悦。新建的字幕揭示，未曾预料到的是，他在居酒屋与戚元的对话被星期完整录下。随着下个学期的开学，1年1度的文化节即将到来，对即将毕业的学生来说极其重要，这毕竟是他们最后一次活动。但李奈将活动的负责工作交给了众人意想不到的瑞奈。尽管他在网上已小有名气，但在同学眼中他总是另类。即便如此，为了给青春画上完满的句点，同学们展现出罕见的热情，积极参与活动的策划，但他却违背所有人的期望，果断拒绝了负责人一职，并告诉李奈不要试图改变他。李奈透露，在28天后，也就是文化节前夕，将会发生一起恐怖事件，导致文化节可能无法举行。可这天方夜谭的话，他根本就不相信。他长久以来的梦想将在那一日破灭。隔日，报纸头版的大新闻揭露了红遍天下的歌手瑞奈母校内的秘密。红透半边天的瑞奈背后是无数狂热追随者。校长担忧这些粉丝在文化节期间蜂拥而至学校，引起混乱，因此希望瑞奈缺席文化节。但李奈深知这样做无法避免悲剧的再次上演，所以他坚决拒绝了校长的建议。瑞奈显然并无过错，而问题出在那些图谋不轨之人。身为班主任，保护学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能因为害怕事故发生就牺牲学生的权益。我作为教师，因为他们扫清障碍，确保安全，如果活动出了岔子，责任在我，怎能将责任推给一个无辜的学生？瑞奈在线上读到了自己的新闻报道，同学们担心他会毁掉文化节，在评论区纷纷请求他为了大家的好不要参与。因此他找到了李奈，表达了想要退出文化节的想法，却恰巧遇见了李奈的朋友任美。任美了解了全部情况后，坚决劝说瑞奈参加文化节，因为自己曾因是未能完成高中学业，就在文化节之前退学，曾自欺欺人的认为文化节不过是小事一桩，然而至今仍对那段回忆感到遗憾。李奈鼓励他跟随内心的声音，只要他想与同学们共度这最后时光，李奈愿意全力以赴帮他。这番话极大地激励了瑞奈，他不再考虑退缩，全心投入到文化节的准备中。每位同学都在尽己所能，踊跃参与，班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然而这和谐的一幕却让校园霸王心生不满。如今李奈赢得了众人的心，他却成了边缘人。于是他拨打了一个神秘电话。李奈万万没有预料到，就在文化节前夕即将发生的破坏事件，他的介入不慎加速了悲剧。校园恶霸密谋的闯入成了现实，他们对精心布置的教室肆意破坏，目睹残垣断壁的同窗无不心碎。瑞奈有感羞愧，无法正视，期待文化节的同伴们只得孤身一人，黯然神伤。他自责一切因他而起，认为是自己害了同学们，他以为毁了他们珍贵的时光。但李奈却有着不同见解。他说，青春正是这一切经历，吵闹和争执，与朋友的小纷争，那些放学后的幼稚言谈，暗恋却不敢告白的忐忑。青春不过是生命中的一段旅程，若此时放弃，才是真正的遗憾。你不是想向世界证明，即使是异类也能自由飞翔，那么就该颠覆他们的成见。他鼓励瑞奈重返教室，倾听同学们的真实想法。愤怒的同学们终于爆发，将怨气全都倾泻于他。对于冠居聚光灯下的他，这最后一次是何等的珍贵。文化节似乎微不足道，但对我们而言却因他而颓废。生田同学情绪失控，无法自抑，然而小贺却有着意义。我们都不了解瑞奈的心，或许他比任何人都珍视这次活动，我们应先聆听他的真心话。然而女霸王的指责尚未落幕，嘲笑他曾是角落的泪眼受害者，无权在此发表意见。小贺的立场却意外获得了支持，东风谷和阿九金的赞同声中，霸权不再是几个校霸的专属。愤怒的霸王们选择了退出。瑞奈郑重地向所有人致歉，自责全因他坚持参与文化节。若他早表态不加入，也许这场风波就能避免。但我也渴望体验这最后的青春时光。对我而言，这次文化节异常重要。你平素独树一帜，避免平凡同流，如今却选择加入群体的节日庆典，这不是你骄傲自满至此的结果吗？
李奈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他只是像你们每个人一样追求所爱，为何偏要将与众不同的人割裂开来，还要对他们加以指责？如果这是发生在其他普通同学身上，说他们是得意忘形，你们是否还会持相同态度？可能会惋惜的叹息，遗憾此事的发生。但由于瑞奈与众不同，仅因他的与众不同，你们便怪他自作自受，然后去安慰受伤害的同学。难道非要走常规路线才算是人吗？他同样是个普通人，有情有绪，也会流泪。仅因他外表的与众不同，就将所有责任归咎于他身上吗？何况得意忘形又何妨？得意忘形意味着有值得骄傲的成就，有助于增强自信。然后他鼓励瑞奈分享自己的梦想。听他讲述梦想后，你们还会认为他自高自大吗？既然提到得意忘形，那就让我们一同沉醉于成就之中。我们不明白为何今日此事发生，但幕后黑手意图昭然若揭。若我们就此认输，默默退缩，若我们不将此事放在心上，若未发生般继续前行，将文化节办得更胜从前，那会是他们最得意看到的。那结果又将如何？我信任我们的团结协作，我们定能成功筹备一切。与其因破坏而悲伤，不如让文化节成为我们自豪的日子。他们的话语触动了在场的每位同学。有人建议将主题定为废墟风咖啡店，即使是分裂的招牌或是被撕裂的墙纸，经过修补后重新利用。此点子迅速获得众人认同，众人的热情被重新点燃。连向来拒绝的生田同学改为以废墟为主题刚刚好，也决定加入我们的行列。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文化节活动顺畅开展。看到瑞奈洋溢的幸福笑容，李奈内心感到无比喜悦。生田同学的激情舞蹈将现场氛围推向了顶点。然而他在表演后的一举一动令人意想不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表演，麦克风的音质稍显混乱，但很快便调整到了最佳状态，只为呈现给他最佳的舞台效果。李奈特意请来下穗伴奏，在表演前，他向所有人袒露心声：我一直只做自己热爱的事，却总有人因此指指点点。他们根本不懂我，就对我妄加评断。仅因我所爱与众不同，因我行事不落俗套，便认为我不正常。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究竟何为正常？难道非得随波逐流才算正常？我要做的就是忠于自我，成为那个与众不同的我。那些想要将我排斥之外的人，我将用这首歌赢得你的掌声。他们度过了难忘的文化节。当所有人沉浸在喜悦之中，李奈的内心却感到沉重，因为他重新装置的监控中发现，在所有人的努力下，破坏教室的竟是曾欺骗李美的修吾。一个外校生为何要做此事？李奈始终无法理解。还有小贺那天的话语，回想起自己重生后小贺的异常，每当自己陷入困境，他总是及时现身。他突然有所领悟，意识到小贺也在经历第二次人生，便以共进午餐为由，将他邀至办公室，决心坦白交流。小贺坦言，他早已知晓两人境遇相同，之所以未告诉李奈，出于想要凭借个人力量改写自己命运的决心。他不解李奈为何会有第二次人生。李奈透露自己是被同班同学杀害的事实，为了消除1年后可能出现的所有对自己不利因素，他决心改变先前的漠视态度，认真关注每个学生的问题。渐渐的，我体会到帮助学生解决问题的喜悦。对那些以伤害为乐的同学，我的容忍度也在减少，不能再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听完李奈的经历后，小贺思考，或许是命运让李奈来启示，那些有问题的学生，让他去引导改变他们。至于自己的第二次人生之谜，他尚未解开，但他确信绝无第三次人生。如果这次不能改变命运，等待他们的将是真正的终结。因此，他们必须珍惜这机会，拼尽全力去改变未来。而小贺下一步的行动是解开东风谷的心结。他曾多次访问东风谷的家，但对方一直避不见面，也不再出现在学校。后来教务主任告知李奈，东风谷的母亲已为其办理休学。李奈不解地寻找东风谷探究原因，这才得知东风谷对小贺说过的话。实际上，东风谷自己也处于困惑中，前年因此问题休学并求医。他自问到底是喜欢小贺本人，还是抱有其他复杂情感，愈发困惑，愈感心痛。确信一件事，自认为是个不配被喜爱的人。我对小贺的感情很深，然而在他受到欺凌之际，我却因害怕成为众矢之的，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加入了欺负他的行列。我这样的人没有任何资格说出喜欢这个字眼。然而李奈却看到了我的勇敢之处，坚信喜欢是一种勇气的展现。人们经常无所顾忌地表达讨厌，而对于喜欢却常常羞于启齿，知道自己难以开口，但我还是鼓起勇气说了出来。至少这证明我并非自己想象中的那般脆弱，或许应该坚定地追随自己内心的声音。为了解开心中的结，李奈故意取消了原本的班会计划，安排了一个单独的空间，让我们可以坦诚相对。东风谷向小贺表达了歉意，因为自己未经允许的感情可能给他带来了困扰，他内心实在是愧疚，但他极其渴望知道那一天小贺追过来想要说什么。小贺则认为他根本无需道歉，因为有人对我倾诉深情，我怎会感到烦恼？事实上，这已经是我经历的第二个轮回。而在我上一世的时光里，你已经向我表达过爱意。那时我在遭受霸凌后选择退学多月，你开始不断地将上课笔记送到我家，日复一日，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有一天，我决意打开门面对你。你见到我，
便不断地向我道歉，责怪自己对霸凌行为视若无睹的懦弱，自诩为一个残酷之人。我无法理解，为何这非你单独的过错？你为何如此迫切地向我道歉？所以，当我追问时，你吐露了心声。但你了解我当时是如何回应的吗？我告诉你，像我这样的人表白只会给你带来麻烦。就是在那一天，我结束了自己的第一个生命。我始终不懂，为何我会有第二次生命的机会。但在门口，当我再次见到你的脸，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一直在不自觉中跟随着你的脚步。就算是听说你将与老师在那讨论重大议题的日子，还有我渴望实现心愿。那次希望有人能陪我一起回家，或是我去找你们，期望能成为你们中的一员。事实上，我始终跟随着你。人们常问，如果时光倒流，将会做些什么？我肯定是为了再对你说那句话而回来。在我痛苦挣扎、欲哭无泪之际，听你说出你对我的喜欢。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幸福。我在海边也想说的正是这句话。也许我无法完全回应你的情感，但我真心感激能亲自向你表示感谢。小贺随后像卸下重担一般离开了办公室，因为即将迎来李奈的生日，她将自己手工制作的礼物赠予了李奈。朋友与丈夫也为她准备了生日惊喜。点燃蜡烛许愿时，她回想起小贺所说的话，再次体验这份温情的宝贵。她不禁情不自禁地说出口，希望来年还能与他们共度生日。只有她的丈夫知道这是她内心最真切的愿望。夏穗和仁美被这个愿望逗得笑了。在他们的陪伴中，她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次日望着日历，她忽然记起那一天是小贺结束生命的日子。打开小贺的礼物，她在其中找到了一张内存卡。她原本以为小贺有些难以说出口的话想对她说，却没想到小贺把这段视频作为遗言留给了她。因为随着这个日子的临近，她越来越强烈的感觉自己似乎不会有未来。听到这里，李奈急忙去寻找小贺，而此时跟朋友一起吃午餐，小贺在储物柜里找到了一张便条，告诉他放学后去新教学楼的走廊。那一天，你告诉我不再孤单，我感受到了满满的力量。那些我经历的苦难，本是我欲终结生命时的遗言。我原本打算拿命去赌，告诉世人我的经历，但在你的鼓励下，我勇敢地说了出来。那一刻，我感到异常的释然。你点燃了我心中的希望之火，与同窗好友齐步走，一同归家。我们一同策划着文化节的快乐时光，边抱怨边忙碌着，透露出不易。你让我意识到生命的终结多么不该。你教会我，活着就有无限的希望，坚信只要生存，世界总会变得更好。如果遇到另一个迷茫的灵魂，请传递这份信念给他。相信吧，世界终将温柔以待，即使现在满是刺，也会有变好的一天。如果他仍然迟疑，就如你对我所做的那般，给予他信心。那个愿为你改变世界的人，正在某处静候。我渴望你迎接每一个明天。这短暂的半年里，我努力活出了自己向往的模样。我并不想就此离去，我还想品尝妈妈手里的牛肉丝，期待与你的闲聊。话未完待续，还梦想着和大家的旅行乐趣。但若真的走到了尽头，我愿将希望的接力棒交由你，让我们的班级不再重蹈覆辙，不再有过往的我，为这个有时会伤人的世界带来一丝温柔的变化。当目睹小贺安详的身影，李奈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崩溃。难道连重生也无法逃离宿命的枷锁？和我一样重生的李奈恐惧莫名。如果命运如此安排，是否半年后便是终点？他站在小贺的告别仪式外，无法面对自己的过失，是我未能守护好小贺，导致了这场悲剧。我本以为小贺的母亲会怨恨我深深，然而警方得出的结论却是意外或者自杀，因为这件事给学校带来了太大的负面影响。我从未谋面的小贺之母却一眼便识出了我，不仅没有指责，反而衷心地表达了感激之情。因为小贺总在描绘你的形象，对你赞赏有加，每当提起你，他总是滔滔不绝，洋溢着幸福。在他口中，你是引领他赴校共学的伙伴，是与他共餐的凉拌，是他人生中最杰出的导师。是你让我看见了他那久违的笑颜。是提及学校，他的心中充满了欢喜，但这反让我更加困惑。在他总是满面笑容提及的学校，他究竟为何会有结束生命的念头？如果说是意外，何故他踏入被禁之地？李奈坚信小贺遭人害命，他是为小贺母亲讨个说法，却在返校时获悉，学校正试图平息此事，无奈中向师长们展示小贺曾遭霸凌的证据，坚称小贺有坚强的生存欲望，不可能自寻短见，恳求学校彻查此事。教师见证视频后均感震惊。李奈将调查决心告知同班同学，期望获得他们的支持。学生意见分两极，一方力挺调查，曾因伤害小贺而愧疚，小贺的宽容令他们不能忽视他之死；另一方拥有大学保送资格，因特殊才能有望直升理想学府，但小贺之死若未速结，将令他们背负嫌疑，可能影响其保送机会，因此他们不愿事态扩散。李奈自觉或许过于自私，毕竟此事牵涉每位学生未来，便让他们自行商讨对策。与此同时，教导主任接校长来电，警方已定调，则快刀斩乱麻，早结此事。素爱汉语的教导主任首遭成语激怒，他的选择不仅关乎学校，也牵连每位教职员工及学子。李奈劝他在重大抉择面前如难决断，可回想初心。教室内部同样有保送资格却迟迟未言的彭田成焦点，重问其缄默原因。
我脑海迷惘，不解此事与保送何干，及其对未来可能带来何种影响。但我已明白一个真理：无视小贺之死，将深感懊悔，定不会自我原谅。他的言辞打动了全班同学，纷纷决心面对即将来临的挑战。教导主任做出了艰难抉择，意识到学生们决心查明真相，明知此事非儿戏，但作为教师应先行。新闻发布会上，教导主任向媒体透露警方的结论，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坚称小贺不是自寻短见之人，呼吁不可草率判断，此举无疑将学校置于争议中心。他勇敢地承认校方的不足，甚至冒着失去事业的风险。他恳请记者们切勿轻率报道，强调学校孕育着无限潜力的青年，一言可能毁掉他们的未来。若非要报道，就将矛头对准他个人，责任不在学生与教师，而在他这位校长。李奈回家后终于失控，小贺虽反抗命运，却仍未能逃离悲剧。李奈决心不惜一切查明真相，这不仅关乎自己的生死，更欠给小贺母亲的一个交代。小贺的离世让父母悲痛欲绝，父亲处理完丧事便选择海外工作，试图以工作填补空缺，避免沉浸在哀伤中。小贺母亲至今不能接受这一切，灵堂上也不愿展示女儿照片，希望心中保存小贺的喜怒哀乐，担心日复一日的同一画面会磨灭对女儿每个瞬间的记忆。他唯一想知道的是女儿为何会去那个明明禁止入内的施工现场。他向来胆小守规矩，李奈一直在暗中调查，但线索寥寥无几。正当李奈束手无策之际，辛奇主动找到了他，递给他那天小贺事件的关键视频。李奈激动之余，将视频转给东风谷。未料消息四散，全班同学都已知情。听闻此事，瓜生忍不住就要动手打他。李奈心中一沉，果不其然，同学们纷纷指责香乐。得知众人都收到了修吾的照片，联系修吾却音信全无。最终从修吾家人那了解到，修吾一直在向乐家中。同学们质疑向乐与修吾的关联，香乐的坦白让矛盾濒临爆发。幸亏李奈及时出现化解了冲突，但同学们对真相的渴求未减。即使听闻香乐的话，李奈依旧怀疑。他追求享乐的详细解释，但他的高傲让他拒绝正面回应，反而大笑，引起众怒。连好友向板也忍无可忍，小胖却认为香乐的笑意味着清白。香乐笑着准备离开，东风谷不放过他，追问真相。香乐的回答令李奈警觉，他并未直接否认，说明有难言之隐。李奈坚信香乐隐藏了实情，猜想他是被某种无奈所迫。香乐的孤傲未让他屈服公开真相，破田的叫唤阻止了李奈的离去，透露给他关于香乐的往事。夜深人静，李奈在访香乐，你母亲离世，你也是这般微笑，那尴尬而又难堪的笑让我感同身受。今日你再度展现那笑容，破田恳求我救救你，但我拒绝了，不论理由如何。你伤害了太多身旁之人，留下了擦不去的痛楚，你的自私行径难以洗涤被伤害者的哀求，你未曾理会，为何我要应你们的求救？李奈的责问唤起他的回忆，小贺也曾说过相同的话，他明白解释无用，竟是令他心生波动。我纵有不辨是非，也知自己行过当，行事之时周遭皆笑，误以为一切尚可，众人乐于我营造之境，但研究社二人跪求排挤，方悟非人所愿。小贺事实我方知，他们厌恶至极，宁愿死亡也要翻转我所造之境。自辩之词，李奈难以忍受。你言辩自己，企图开脱罪责，小贺永结罪行之日，你的笑容仍在，若不笑，我将疯狂。你亦笑对，误以为你嘲笑他，破田之言我误，那是自我保护之笑，你已感他之苦，那刻你已悟自己之荒唐。然而时间流逝，你的行为未见改观，依然固执己见，你拼命把自己的懦弱隐藏起来，继续采取那些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举措，外表上却装点着无忧无虑的幸福假象。在他人经历苦难时，你明显能够感同身受，但却选择漠视，假装这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他尖锐的言辞精准地刺痛了香乐的心灵，使他无法维持一丝表面的镇定和平和。你极力掩饰自己的不足之处，不过是为了在同龄人前保持自己的尊严和骄傲。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坦诚了自己的错误，但随即你又将真实的想法深深隐藏，并再次露出那个用来自我保护的熟悉微笑。现在小贺已经离我们远去，你是否还要继续为了一己的自尊而隐藏真实的自我？我们都亲眼见证了小贺逐步变得坚强的历程，注视着他为了变得更好所做出的所有艰辛努力。难道你连他一丝的勇气都不愿拥有吗？勇敢地展示自己的不完美，坚定地迈向改变，这是给予你的唯一机会，也许是最后的机会。李奈在深夜时分离开了香乐的家，却意外地发现她的丈夫始终在外头耐心等待着她。原来自从小贺那不幸的事件发生之后，她的丈夫一直处于对她的深切担忧中，聆听着丈夫毫不掩饰的深情关怀。李奈感到，即便她真的无法改变那注定的悲惨命运，她仍然觉得这一生充满了满足和感激。第二天的早晨会议上，香乐最终放下了她的骄傲，坦白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小贺一直在不懈的努力，试图改善整个班级的气氛，而那些本不该在班级中出现的负面氛围，实际上是由我所引起。我在思考，小贺那天之所以到那个地方，
一定是因为他也想去实现某种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说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我引起的。尽管他如此开诚布公的表达，但同学们的心中仍旧存有怀疑。文化节的事情让大家对他产生了不信任的感觉，更不用说他与小贺之间存在的那些复杂矛盾，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是完全无辜的。然而这一次，李奈选择了相信他，因为人们总是习惯于按照自己的认知去判断事情，坚信某些事情应该是这样或那样的。然而想象再丰富，也并非事实，真相只有当事人才最清楚。他劝说同学们静下心来，聆听香乐讲完自己的故事。在文化节期间，确实是我在背后搞破坏，因为我心中充满了嫉妒，看着你们每个人脸上洋溢的快乐，昔日排斥他人的我竟成了被孤立之人。于是心想，若我不快乐，别人也别想拥有快乐，因此我想破坏文化节，但我不敢亲自出手，便联系了校外的修吾，只需付钱，他便会为我所用。我没预料到，即使这样，你们仍然圆满举办了文化节，并且办得如此成功。这次我不再生气，反而感到深深的打击。我总以为自己与众不同，这次却意识到我并无特别。于是我试图与小贺和解，希望能消除之间的恩怨。但他说他永远记得我给他的伤害。他的话让我意识到我有多糟糕。实际上我早就知道自己不好，但为了彰显与众不同，为了在你们面前保持尊严，我不断做出过分的行为，不断伤害你们。小贺的事，修吾确实问我需不需要帮忙，但我说不，因为他的话重重的击中我的内心。我不想再给任何人留下刻骨的伤害。你们可能觉得我在自爱自怜，但我诚心诚意希望得到你们的原谅。我知道你们不会原谅我，我也不指望能得到原谅，但我现在只想坦诚说出所有心里的话，然后真诚地向你们道歉。看着放下自尊的香乐，破田也走了出来。作为香乐挚友的他，同样有责任和份额，他也希望借此机会向那些曾受他伤害的同学致歉。接着瓜生和向板也站起身来，他们曾是校园霸凌的一部分，尽管他们已被李奈和小贺触动，但他们欠下的道歉仍未说出。见到他真诚的悔改，善良的同学们自会心生感动，他们也开始向香乐表达歉意，因为他们误解了他，以为他害了小贺，而李奈认为他还有一个人最应该道歉。向乐随李奈拜访了小贺的家，原本是为了向小贺母亲道歉，却听到了母亲述说一段意想不到的往事。他提到开学初，小贺曾提及向乐，自己曾经霸凌的同学原来深深仰慕着自己，渴望成为朋友。在这一刻，向乐情绪崩溃，他跪在小贺的灵前，渴望能直接向他道歉，但望着无照片的灵位，脑海中涌现的全是小贺哭泣的面容，都是他勉强笑容的瞬间。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他想真诚地向他道歉，但他已不在人世，深感抱歉。他对他做了太多伤害，他不期望得到原谅，他可能也不会给予原谅，但他依然希望他能听见。他真心认识到了错误，不知他是否能听到，或他根本不愿意聆听。另一方面，破田为了替向乐洗清嫌疑，找到了一直潜藏的修吾。修吾坦白了接受金钱破坏学校的真凶，原来是女霸王西野的指使。学校逐渐被小贺正面改变的氛围让西野感到极度不满。那日修吾潜入校园，正是为了替他搜集能扭转形势的证据，但关于小贺之死，修吾坚称与己无关。通过修吾的陈述，李奈终于明白小贺悲剧那天为何明知危险也不求助，一定是西野掌握了某个秘密。小贺为了保护那个秘密，选择了独自面对。他让破田等人保密已经找到修吾的情况，避免让西野察觉，这样只需在课堂上直接向西野询问真相。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西野已获悉他们找到修吾的消息。翌日上课时，西野和金泽等女霸王们全都旷课了。如果他们因事情败露陷入绝望，他将在面临失去学生的痛苦。于是他安排学生自习，急忙离开学校寻找西野与众人。为稳定学生情绪，他请求教导主任安抚他们。此刻所有学生意愿出力相助，因为李奈老师曾教导，若局势可能恶化，便要在事态最糟之前解决。见他人可能陷危机，要有不尽力则他人恐遭祸的决心。他们深知不行动就可能重蹈覆辙，若再有小贺般的悲剧，他们将终身懊悔。见学生迫切与诚恳，教导主任选择不再拦阻。学子们搜遍周围每一处，但西野等人踪迹全无。享乐保龄球的夏穗却意外发现了他们，课时竟在保龄球馆出现，加之他们颓然之态，夏穗感到不解，便通知了李奈。李奈马上召集学生至保龄球馆周边搜寻。至于西野与金泽，他们只图将未尽事一并了却，最终以自尽球的赎罪。他们仅是唱歌与打球，就绝无事可为。原来他们的兴趣多是同伴所赋予。他们迈向楼边，准备结束自己。不这么做，他们将面对警巡与同柴非议，还将给父母带来困扰。他们宁愿选择死亡。就在此时，同学们找到了他们。3名女生没料到自己会是第一个发现者，曾遭西野欺凌，他们手心冒汗，但仍鼓起勇气劝阻于行。即便是曾受你们欺凌的我们，也不愿见你们做出如此选择，更不用说你们的亲朋好友了。谁能忍受你们的永远离去？你们现在的行为已是铁证如山地证明了你们的罪行。我对你们的憎恨是难以抹消的，但我还没到要将你们铭记终生的地步。一生中会有太多事情不断涌现，
谁又能将你们记忆一生？这话并非为了安慰你们，正是因为我对你们的憎恨，我才不愿永远记着你们。东风谷也在这时赶到，在他们共同的劝说下，西野答应回班级坦白一切问题都源于修武主动找到我，询问我是否对上学感到枯燥无味，仿佛他洞悉了我的心思。他提出只要我支付金钱，就能帮我扭转局势。那时我内心真是惶恐不安，因为小贺正逐渐改变着班级氛围，我真切感到自己即将失去立足之地。我能深切感受到李美曾经的绝望，因此我接受了她的帮助。他知道我最近最烦恼的是李奈老师，他便在老师的办公室安装了监控器。不久他告诉我拍到了有价值的画面，我一看，原来拍到了小贺与东风谷的秘密对话。他说既然是小贺改变了班级氛围，那就用这个来扭转局势。我便照做了，我让他们俩在小贺的储物柜里放置了留言，警告他若不想让他与东风谷的事曝光，就在放学后去新教学楼的走廊会面。随后我让野边和金泽替我望风，我在那里等待小贺。但我没预料到小贺真的会独自前往那里。我用视频威胁他，要求他以后在校内要安分守己，却没想到他对东风谷的话毫不在意。他去赴约是为了劝我改变，他说我嘲笑和伤害别人，其实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他希望那天能成为我停止伤害他人的转折点。说着他便试图夺走我的 U 盘。在我们的争执中，悲剧就这样发生了。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绝非有意造成这样的结果，本心是想主动坦白一切，但担心我的行为会连累野边和金泽也遭受不公，因此迟迟未能鼓起勇气。这一切实与他们无关。李奈听后情绪崩溃，生命已逝，责任难逃。你的遗憾就能抹平过错吗？长期以来的偏见与伤害，每一次行为都在累积罪责，未曾想到他人的感受，忽略了你们行为的阴影，正是这些导致了悲剧。你说与他们无关，你们一直排斥与歧视他，是时候深刻反思了。他的成功也遭你们嫉妒，关注被夺，你们便伤害与辱骂他，至死都在试图改变你。你现在与过去有何不同？仍旧只为自保而伤害他人，如果不改变，如何对得起他的付出？他们意识到了过错，但小贺已经离去，他们不知道如何补偿，这是连李奈也无法教导的。就在此刻，小贺的母亲步入教室，他目睹了一切的发生。西野等人急忙向他道歉，他无法完全原谅，但也不追求以死谢罪。他仅愿他们记住小贺，铭记小贺的遗愿。即使受尽欺凌，小贺依旧笑容满面，气愤至极却不失善良。随后李奈引导他们面对警方，李美突然阻止，重提咖啡馆的问题。小贺逝去的秘密被揭开，时间慢慢走向了平复。然而知晓还有幕后黑手，他不遗余力地追查到了藏匿的修吾。李奈也最终弄清了那个将他推下楼梯的真凶。